高冷上将抢了只软萌爱哭的小妖怪，看着身前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少年，上将二话不说决定先标记再结婚。从此上将大人开启了甜蜜投喂的日常，只不过软糯可爱的小妖怪不好养，做错事凶一下要哭，没及时投喂要哭，不让他抛头露面搞直播也哭。小妖怪一哭，上将大人腿就发软，恨不得命都给他。直到小妖怪的肚子日渐圆滚，食不下咽却还忍住泪水，上将大人才知道原来哭起来的小妖怪这么可爱。此刻人类帝国的 Alpha 上将站在机甲上，深邃的眼睛紧盯着密林入口，浑身散发出冷意，显然心情并不好。周围的士兵站得笔直噤若寒蝉，他们的上将前几天追寻修复者的踪迹，意外遇到一只毛茸茸的欧美的小妖，上将对人家一见钟情，结果小妖怪却怕得要命，咻一下躲到密林深处。现在他们接到命令围住妖族的栖息地，准备迎接未来的上将夫人。等了半天，森林深处还是寂静一片。就在士兵们以为上将要发火的时候，林子里终于传来动静，几只小兔妖吃力搬着一个铁笼子走了出来，铁笼有半人高，少年手脚被绑住，湿漉漉的大圆眼乱转，惊恐万分，一双毛茸茸的粉嫩兽耳，蓬松的白色大尾巴像地毯般铺在身下。上将看一眼，神色缓了几分，笼中的少年依赖地看向身旁的男子，月哥我不要去，我害怕。上将一听，脸色刷一下又黑了，人已经送来了，请您遵守约定撤兵。宁月无视狒狒委屈的模样，自顾自地说着。闻言，少年浑身战栗，一双眼睛粘在宁月身上，兽耳不停颤抖。前几天月哥明明还在跟他谈论办婚礼的事，为什么突然把他送人了？听说这位人类帝国的上将是百年难得一遇的3S 级 Alpha， 不仅生性暴虐，更是酷爱折磨小动物。帝国上将是要把他当成小动物虐待吗？此时宁月得到上将的允诺，转身就走。狒狒目光怯怯望向宁月的身影，上将浑身的气压骤然变冷，带着强大的压迫感走向笼子，婴儿手腕般粗大的铁链就这么被徒手扯断。狒狒瞪大双眼，满脸写着不可置信，他的手伸进来了，是要捏断自己的脖子吗？狒狒吓得闭上双眼，身体抖得像个筛子，预料中的疼痛没有来临，倒是头发被撸了几下。他歪着头，明亮的眼睛写满疑惑，头一动就偏离了上将的掌心，就见上将立即皱眉，露出不悦的神色。狒狒眨眨眼，连忙把头送回上将的掌心。上将果然舒展开了眉眼，修长的手指摸过少年银白色的头发，软软的触感令他心旷神怡。他没养过小妖怪，不知道怎么表达喜欢的情感，唯一可以参考的就是妹妹撸猫的动作。少年主动把头往他手中送，应该是感受到自己对他的喜欢了吧。顾胜军心满意足，他解开狒狒的绳子，一手提溜他的后领拎起来。狒狒猝不及防被提到了半空中，吓得双手扑棱，连忙抱住顾胜军的脖子，免得被他扔掉。顾胜军余光瞥向少年嫩白的手腕，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。小妖怪主动投怀送抱了，应当也是心悦自己的。围观的士兵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，他们的上将笑了，这是足以震惊帝国的大新闻好吧。顾胜军无视下属，像抱孩子一样宽大的手掌一把捂住少年的屁股，顺手还揉一下毛茸茸的尾巴。狒狒猛然睁大双眼，在妖族屁股是万万不能碰的地方，那是留给未来的丈夫交配用的。这个人类 Alpha 对他耍流氓，狒狒红了眼眶要控诉，抬眸对上男人泛着冷意的目光，瞬间怂了，不舒服。狒狒吸吸鼻子，决定忍辱负重，违心说着舒服。顾胜军终于满意了，就着这个舒服的姿势把少年抱上机甲。狒狒常听爸爸感慨，人类的脑子比妖族好许多倍，发明无数超级厉害的武器和设备。末日来临，人类帝国靠着科技和武器打退入侵者，而他们妖族从古至今只靠灵力存活。经历核污染之后，地球环境破坏严重，灵力稀薄，仅有的一点只够他们维持人形。此刻登上人类的战机，狒狒才明白爸爸为什么感慨。战机内空间极大，按钮密集的操作台围成一圈，一面巨大的光墙立在中央。狒狒看不懂的各种符号、数字和线条交叉闪现，眼花缭乱。他被新鲜事物吸引，一时忘了害怕和屈辱，眼睛咕噜乱转，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瞧瞧那个，像刚接触世界的小孩，连被顾胜军放到床上都毫无察觉。顾胜军不满他无视自己，盯着小妖怪看了片刻，见他没反应，还傻乎乎的，就故意用手指触碰他软软的兽耳。狒狒一阵瑟缩，兽耳抖了抖，嫩白的皮肤竟染上一层暧昧的红晕。为了躲避手指的玩弄，狒狒下意识往顾胜军怀里钻。顾胜军眼睛一眯，手里的动作愈发过分，别弄我了，要交配才能交配。狒狒捂住耳朵，眨眨大圆眼，真诚解释，我将来要跟月哥结婚，只有他才能碰。顾胜军方才怒放的心花瞬间凋零，还开出一片火花。狒狒垂下脑袋，跟月哥结婚，我们从小定了亲的，把你丢掉那只妖。顾胜军冷嗤一声，这么可爱的未婚夫不得捧在手心里宠，即便有人抢他也要豁出命争一争。那只蠢妖急着把狒狒交出来换灵气，可见半点不在乎他。幸好他从今往后就是自己的小妖怪了，有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，摸起来手感特别好的小妖怪。狒狒坐在床上，想起男人绝情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悲凉，委屈的泪水藏不住。少年抹去眼眶打转的泪花，乖乖点头应答。你喜欢他？顾胜军捏住狒狒的下巴，深邃的目光似乎要将他穿透。他发誓狒狒敢说喜欢，就立马掉头把那只妖除之后快。只见少年乖巧的点头回答喜欢。顾胜军握住拳头，正要对仿生机器人下掉头的命令，狒狒却掰着手指头数，也喜欢爸爸，喜欢哥哥，喜欢小黎。顾胜军耐着性子听他念了长长一串名单，连给妖族扫地的狐妖婆婆都榜上有名，却半天没听到自己的名字。眼见小妖怪停下来，他不满地追问还有呢？狒狒歪着头鼓着脸，眼睛咕噜转一圈，确定连小时候抱过
过他的麒麟伯伯都说上了，便摇摇头。顾胜军嘴角一撇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狒狒愣神片刻，刚刚生出的一点点轻松心情瞬间破灭，他夹紧尾巴，缩着脖子往床的边沿挪，生怕被顾胜军活剥。躲什么？顾胜军的怒气噌的冒出来，倾身而上，双手放在狒狒两侧圈住他。你给我记住了。顾胜军一字一句说得十分清晰。婚宴已经在筹办了，过几天我们就会举行婚礼，你是我的 Omega。狒狒张了张口，惊得说不出话。顾胜军目光如炬，再次出声警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妖怪，除了我谁也不许喜欢。我不要结婚，要回家。Alpha 久居高位，不能容忍拒绝。他皱起眉头，眼底闪过一丝冷意，释放出攻击性的信息素。苦咖啡味浓烈刺激着狒狒的味蕾，他不喜欢苦味，现在难受的要命。可 Alpha 没有半点收敛的心思，吓得他把后面的话吞咽回去。晶莹剔透的泪水在眼眶打转，卷长的睫毛沾了泪珠，可怜又可爱。顾胜军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晌，咽了咽口水。攻击的信息素慢慢变成诱导。Omega 兽耳颤抖，乖乖往顾胜军怀里靠近。顾胜军的手拨弄几下，兽耳亲了亲他的脸颊。不行的，狒狒迷迷糊糊呢喃。顾胜军眸光变了，嗓音沙哑：你的月哥亲过你吗？可怜的 Omega 在信息素的诱导下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，他软绵绵靠着顾胜军，下意识的否认。顾胜军眸光一暗，咽了咽口水，抱紧了小妖怪。黑亮的机甲停在一座巨大的宫殿前，顾胜军抱着沉睡的少年缓缓走下梯子。宫殿里的佣人排成一列，像往常般迎接主人回来。欢迎的话语还未出口，就被主人强大的信息素吓得噤若寒蝉。顾胜军小气的把狒狒的脸护在怀里，见他哼哼唧唧像要醒来，立马顿住动作。待小妖怪舒展开了眉眼，又沉稳睡去，才放轻脚步入内，将少年安顿在卧室的大床上。顾胜军盯着他熟睡的面容看了片刻，忍不住又揉了揉他的兽耳。不要！睡梦中的少年一阵瑟缩，可怜兮兮呢喃：别摸，别咬了。顾胜军舔了舔唇，回味咬下少年腺体的感觉，软软糯糯，跟少年柔柔无骨的身体十分般配。他的眸光变得暧昧，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被点燃。俯身猛地在狒狒细嫩的脸颊嘬一口：爸爸，爸爸别亲我。少年迷迷糊糊间推了推他：我长大了，不许亲了。顾胜军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应，正巧这时戴在手腕的通讯器闪了两下，他收敛了欲望，起身轻手轻脚出门。门一开，他的得力手下便探头往里面看。顾胜军瞪他一眼，小气巴拉的把门关得紧紧实实，还看都不让看。柴成浩小声嘟囔，感受到上司刀子般的眼神后，立刻收起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打开视讯界面，调出一张地图，指向其中标红的点。修复者最后出现的地方是这里，妖族林子外面。顾胜军摸着下巴思索。柴成浩点头，他修复的轨迹没有规律，倒像随心而行，而且修复者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，基本可以推翻我们之前的判断。修复者不是一个团体，只有一个人或者说一只妖。末日之下，地球环境遭遇灾难性毁灭，无再生的可能，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所剩不多。击退星际入侵者后，帝国人口在稳步上涨，伴随而来的就是地球资源告急的问题。就在帝国上层一筹莫展之际，修复者出现了，几片荒漠先后长出绿植土壤，恢复生机，一夜之间荒漠变成绿洲。经过多次检测，每回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，周边都残留同一种灵气，那灵气纯粹的仿佛古地球的山泉水，吸入一点点便心旷神怡。可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出修复土壤的人或者是妖，于是帝国起了修复者的代号，秘密寻找了几年却收效甚微，加大搜索范围找，务必要在他灵力耗尽之前找到。柴成浩领了命转身想走，顾胜军却把他叫住了。那个，你知道小妖怪要怎么养吗？妖怪到底不是猫猫狗狗之类的宠物，不能全照着妹妹撸猫的经验来。柴成浩还没被他家那位收拾服帖之前，生性风流，在外头见识的东西多，说不定知道。果然，柴成浩又露出贱兮兮的表情，压低声音说：要用精气养。见顾胜军露出迷茫的神色，柴成浩笃定到妖怪以人的精气为食，越是阳刚之人，精气越旺盛，是妖怪最可口的食物。你确定？顾胜军挑眉。柴成浩一边点开视讯一边说：当然了，有古地球遗留下来的影视资料可以查证。一阵阴森的音乐过后，视讯界面上出现两个巨大且高弧的红字：聊斋。画面里一只妖娆的狐狸精扭着水蛇腰，笑意盈盈扑向挑灯夜读的书生。他生猛地扒开书生的衣裳，两人往床上倒下去。一个粗糙的转场后，狐狸精伸着懒腰起床，容光焕发。看到没，精气就要这么吸。柴成浩在一旁指手画脚，直接躺平给你家小妖怪吸就好，反正你这么强，一时间也吸不干。顾胜军沉默了几秒，表面上冷冷淡淡，心里却对这种喂食的办法极度满意，就是不知道小妖怪会不会像那狐狸精一样主动。柴成浩挤眉弄眼，继续安利：这资料我花费了大价钱，里面可不止一种妖怪。夫人是什么妖怪，长得怎样？顾胜军挑眉看他继续沉默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不会标记了人家，还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妖怪吧？顾胜军白他一眼，把资料传一份给我。柴成浩暗自腹诽了一句渣男，最终还是把珍贵的资料发过去。顾胜军卸磨杀驴，拿到资料立马给了柴成浩一脚。柴成浩打不过顾胜军，只能骂骂咧咧的跑了。等我跟夫人混熟了，一定天天说你坏话。房间里，狒狒迷迷糊糊醒来，浑身跟散了架一般酸痛的厉害，一双好看的大圆眼转了一圈，看着陌生的环境，混乱的思绪慢慢恢复。爸爸入关修炼，妖族的事都由他的双胞胎哥哥做主，结果哥哥为了妖族栖息地，把他当成替身送给人类的帝国上将。那个上将好可怕，他竟然第一次见面就标记了自己。狒狒摸了摸红肿的腺体，委屈的抹泪。他小时候受过重伤，不仅灵力比不上其他妖，连脑子也不太好使，这是第一次遭遇恶意，人类真的是太坏了。这时饿得瘪瘪的肚子传来抗议声，狒狒难过的吸吸鼻
鼻子，掀开被子下床找吃的，酸软无力的脚沾了地，一时站不稳，吭哧往地上扑。顾胜军卧室有监控，少年刚醒来时他就注意到了，见小妖怪狗爬式摔倒在地，连忙撇下开到一半的会议，急匆匆过去哄人：“你没事吧？”他把少年抱在怀里，像哄小孩般轻声安慰。狒狒浑身一颤，湿漉漉的大圆眼眨了眨，满眼无辜看向顾胜军：“摔疼了？”见少年不说话，顾胜军准备撸起小妖怪的裤腿检查，狒狒连忙按住阿福的手：“我饿了。”他要吃东西，恢复体力才能逃离这个可怕的阿福。顾胜军想起之前观看的学习资料，眸光一深：“我这就喂饱你。”他声音低沉沙哑，透着一层说不清的暧昧。狒狒下意识缩缩脖子，感受到蓬松柔软的大尾巴被人狠狠揉了几下。狒狒瞪大惊恐的双眼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这个上将是最坏的人类，连饭都不给他吃，还一直想标记他，给你惊气。顾胜军回答的正气满满，手上的动作却没有那么正经。狒狒生气的扭动腰肢，气呼呼瞪向耍流氓的人类：“我要吃饭，再不吃就要饿死在床上了。别急，宝贝，这就喂饱你。”这个愚蠢的人类脑袋比他还不好使，愣是听不懂他说的话。奈何顾胜军力气太大，狒狒压根挣脱不开，如同一叶扁舟在大海的波浪中起起伏伏。少年哭得眼眶红肿，而海浪没有停歇。顾胜军放出信息素安抚少年：“别讨厌我好不好？我什么都给你。”少年像被勾了魂，不知为何心跳得特别快。他对男人的话信以为真，怯生生地说着：“那我要吃饭。”顾胜军爽快答应：“这就给你吃。”半天过去，会议室的帝国官员们面面相觑，直到柴成浩过来通知会议暂停，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少年缩成一团，在床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似乎还不懂怎么骂人，就这几个词翻来覆去。顾胜军愈发觉得小妖怪可爱，把人抱在怀里，又是一阵毫无节制的亲吻。“还饿吗？”狒狒听到这句话，浑身一颤，猛地摇头：“不饿了。”虽然肚子瘪瘪的，可就是不敢再说一个饿字。今天一整日，顾胜军都没放过他，每回停下来了，顾胜军都要问一句饿不饿。狒狒天真的以为可以吃东西了，总是傻乎乎点头，还可怜兮兮的央求他，结果换回来的是一次次无度的索求。少年这回学聪明了，不管怎么问他都不说自己饿。顾胜军眼底竟然闪过一丝失望。狒狒愤愤瞪他，兀自用被子把自己包裹成一个大粽子，他要想办法逃离这个恶魔，可逃离之前要怎么填饱肚子？顾胜军知道自己把人欺负狠了，心虚的摸摸鼻子，像哄骗小孩：“闷不闷？我带你出去透透气。”拒绝的话差点脱口而出。少年转念一想，要逃走就必须熟悉周围环境，于是点头应了。走出卧室后，少年不想被人抱着，奈何饿得头晕眼花，每走一步都得停下来喘气。顾胜军想要上前搀扶，却被少年气呼呼的拒绝。小妖怪卷长的睫毛颤了颤，万分可怜，气话也说得软绵绵的。顾胜军咽了咽口水，强忍汹涌的欲望，给柴成浩发了一条简讯：“老婆生气了要怎么哄？”柴成浩很快给他发来一个文件：“人类繁衍后代指南，上将快看，这份文字资料有108种追妻方式，总有一种适合你。”顾胜军点开一看，目录页密密麻麻，每个文字拆开他都认识，组合起来完全不知所云。顾胜军暗骂柴成浩不靠谱，一旁的少年眼底流露出恐惧的神色，缩了缩脖子，站在原地不敢动。在人类社会，妖的地位不高，宠物不听话，主人总会用点手段惩罚。想起床榻上一次次触电般的惩罚，少年便吓破胆：“我错了，别生气好不好？”顾胜军愣了几秒，握住少年纤细的手指：“我没生气。”狒狒仔细观察，见他真的没有生气的样子，顿时放松了紧绷的神经。可饿了太久，情绪波动太大，原本瘦弱的身体终于撑不住。少年眼前一黑，嗡嗡的耳鸣声袭来，身体摇摇晃晃晕倒了。顾胜军一把将少年抱住，立马把私人医生喊了过来。唐蜜当了顾胜军私人医生许多年，第一次听到他如此急促的语气，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伤病，带起抢救工具匆忙赶来。看到躺在床上的小妖怪后，唐蜜的沉默震耳欲聋。查清楚没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唐蜜翻了一个白眼：“饿晕的。”顾胜军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我明明喂饱了的。他绝对不承认未婚妻是被饿晕的，这不就是等于承认自己不行吗？唐蜜觉得这件事处处透露着离谱，你为他什么了？顾胜军有些不耐烦：“还能是什么？不都是精气吗？”唐蜜满脸惊讶，反应过来后捧腹大笑：“谁告诉你喂精气的？你家柴成浩。”唐蜜听完笑得更大声：“那家伙多不靠谱！上将你不是不知道，柴成浩这个月的帝国必扣了。”唐蜜的笑容僵在嘴角，柴成浩所有收入都交到他手上，这不是变相扣他的钱吗？简直心疼死了。顾胜军冷哼一声，兀自到床边坐下，修长的手指轻轻触碰少年滚烫的脸颊。狒狒烧得迷迷糊糊，好似做了一个好长的梦，梦里他还是一只没化形的小肥肥，为了躲避枯燥的修炼课，偷跑到森林里撒野。那时候的栖息地宁静祥和，他在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边，看到一个身材健硕的男人正在沐浴。第一回看到人类身体的小肥肥，无比好奇，幻想自己化形后也能这么健壮。男人知道小妖怪在偷看，不仅没打他，还分了一只鸡腿，烤鸡腿的香味弥漫鼻尖。小肥肥心情雀跃，决定跟在男人身边。紧接着梦境开始扭曲错乱，小肥肥看不清男人的脸，只看到密集的炮火从四面八方飞来，男人倒在地上，满地的鲜血。噩梦惊醒，狒狒猛地弹坐而起，梦里撕心裂肺的感觉逐渐淡去。他愣了几秒，见四下无人，忍着不舒服连忙往外面跑。这些人类简直太抠搜了，连一口饭都不给，继续留在这儿可能要被饿死了。刚跑到客厅，就看到巨大的淡蓝色屏幕上正播放一条新闻：帝国与妖族签订合作条约，妖族不日将举族迁徙至新的栖息地，仿佛一盆冷水当头浇下。狒狒顿觉手脚冰凉，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举族迁徙了，那他该怎么回家？而且爸爸还在后山的洞里闭关，他们这是连爸爸也抛弃了吗？狒狒攥紧拳头，不管不顾朝外头跑去。他一定要找到哥哥问清楚这件事。小妖怪狼狈的样子全然落入顾胜军的眼里。柴成浩偷瞄一眼脸色阴沉的顾胜军，替狂奔的小妖怪捏了一把汗。要不我出去把人拦下？顾胜军沉默半晌，看着监控里狒狒委屈
去抹眼泪的模样，最终还是叹了一声，拿过一旁的大衣快步走出去。你要去哪儿？逃都逃了，狒狒索性豁出去，我要回家。顾胜军眼睛深不见底，看不清他在想什么。就在狒狒快挨不下去时，顾胜军用大衣将小妖怪包裹起来，我送你回去。狒狒歪着头微微瞪大眸子，有些难以置信。顾胜军早已盘算好了一切，小妖怪可以回去，但现在的妖族绝对不敢接纳他。他要让狒狒看清妖族那群懦弱之辈的真面目，要少年无家可归，彻底死心。这样一来，小妖怪回头看到自己的真心，自然会产生依赖心理。少年听到可以回家，总算露出笑容。那我们现在走吧。不急，先吃饭，然后洗干净再回去。狒狒听到吃饭，下意识发抖。别吃了好不好？我受不了了。顾胜军心虚了一瞬，抱歉，之前是我误会了。见他还不放心，索性让仿生机器人把食物端上桌。末日以来资源匮乏，除了富贵家族，人类已经很少食用新鲜食物，特意为你找的厨师尝尝合不合胃口。少年也不跟顾胜军客气，狼吞虎咽了起来，吃的肚子圆滚滚的，还盯着吃剩的食物看，恨不得打包带回妖族。顾胜军看到他鼓起来的肚子，眸光深了几分，忍不住摸了一下。你别老是乱摸我。顾胜军依旧盯着肚子看，等以后有了孩子，这个肚子也会这么可爱吗？饭后，顾胜军将小妖怪送回妖族密林的入口。少年回头看了看顾胜军，乖巧的朝他挥挥手，谢谢你。顾胜军背手站在原地，看着小妖怪的身影消失在入口，眼底的一丝柔情彻底没了。妖族果然都在准备搬家，弄得林子乱糟糟的。少年心情郁闷，不喜欢这样的栖息地，闷头跑回宫殿找哥哥。门一开，他顿时石化了一般，站在门口一动不动。他的双胞胎哥哥和他的未婚夫脱光了衣服躺在他的床榻上。费然听到声响转头看去，小斐你怎么回来了？狒狒的心仿佛坠入冰窖。为什么？宁月随意披了一件披风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蠢，你以为我想娶你，所以你们就把我丢掉。老妖王闭关，妖族大大小小的事全靠小然处理，你呢？你就是个废物。够了，宁月，哥哥别无选择，你能原谅哥哥的对不对？少年瞪大了眼，不是很能理解费然的话，呆呆看着一唱一和的两人，心如死灰。见所有的小妖怪都忙忙碌碌搬东西，满脸都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，狒狒下定决心抬步往密林入口走去。爸爸为了妖族做出多大的牺牲，而他向来是妖族的拖累，现在能为妖族做一点贡献也挺好的。顾胜军时常凶巴巴的，但从没打骂自己，只要乖乖听话扮演宠物，应该会好过吧。爸爸出了关一定会夸他勇敢的。顾胜军没想到出去还好好的小妖怪，回来后就成了这副样子。唐蜜做好检查后走出房间，看着某人，夫人应该是幼年时受过重伤，不能太劳累，现在能化形都是奇迹了，而且夫人怀孕的可能性极低。您还要结婚吗？顾胜军深邃的眸光久久注视着熟睡的小妖怪，半晌后轻笑一声反问，你说呢？唐蜜惊讶了一瞬，差点以为自己眼瞎了。他们有多久没看到上将笑了？从父母惨死在星际入侵者手里那一刻起，还是年少时被伙伴们丢在废弃区的时候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夫人调理。唐蜜站在原地看着顾胜军推门进去，柴成浩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，一把揽过自家老婆的肩膀，小蜜宝贝，你怎么来了？一定是想亲亲老公了。唐蜜狠狠瞪了一眼，拉着人往外面走，你是不是又给上将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我那是花大价钱买的，印货资料怎么乱七八糟了？越往后说声音越小心虚的一批，大价钱？你还藏私房钱了？柴成浩耳朵被揪得嗷嗷叫，没私房钱，那是结婚前买的，婚前财产。柴成浩像一只大型犬蹭了蹭唐蜜的肩膀，小蜜宝贝，我们好多天没见了，你今晚别走吗？唐蜜白了一眼，我这几日住在这里，嘻嘻，我就知道你想我了。柴成浩把老婆扛在肩上，往自己的房间走去。接下来2天，狒狒过得十分舒心，顾胜军收敛了不少，没再胡乱给他喂食。虽然还是改不掉乱摸他的毛病，但比起之前好太多了。今天一早，顾胜军被通讯器的警报声惊醒，急忙出了门。少年一只妖在屋里待着无聊，便鼓起勇气探出头观察外面，见大门口守卫的士兵对他视若无睹，就大着胆走到客厅里。少年这儿摸摸那按按，发现没出什么差错，愈发大胆了起来。他光着脚跑到一个巨大的类似镜子的屏幕前，看到屏幕里的自己，笑得眉眼弯弯。此时的小妖怪并不知道这是一块直播屏幕，刚才一顿乱按无意触发开启直播的按钮，画面里脸颊鼓鼓的小妖怪太过可爱，让每个看到的观众驻足。1分钟不到，直播间涌入上千人，屏幕左下角飞速掠过一行行字。狒狒看不清，疑惑地歪着头眨眨大圆眼，怎么回事？我没弄坏吧？少年一发出声音，直播间再度疯狂起来。声音这么软吗？快上链接，我要买回来，天天让他哭着叫主人。他不会不知道在直播吧？这个质疑让帝国网友兴奋了起来，纷纷刷起礼物。狒狒看到屏幕突然炸开炫酷的特效，像看到一场盛大的虚拟烟花，笑得更加开心了。网友看得到摸不着，气得只能隔着屏幕嗷嗷叫。另一边巡视一早上的顾胜军刚走出战甲，柴成浩便一脸着急跑来，上将出事了，快看夫人！顾胜军心咯噔一跳，他一早接到警报，说是探测到星际入侵者战舰的信号，急着过来巡逻。宫殿里只留下寻常士兵守卫，难不成是狒狒出了事？柴成浩点了几下通讯器，凭空出现一个淡蓝色界面，正是狒狒直播的频道。顾胜军看着屏幕里搔首弄姿的小妖怪，脸瞬间黑了下来，按掉柴成浩的通讯器，转身回了战甲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宫殿。少年研究半天还没研究明白，烟花呢？怎么没有了？话一出，屏幕再度炸开了烟花特效。此时他听到顾胜军的脚步声，好看的
的烟花有人一起欣赏，狒狒满心欢喜，转头却见顾胜军黑着一张脸，怒气腾腾盯着屏幕。小妖怪意识到自己闯祸了，怯生生的低下头抠手指，随着低头的动作，雪白的后脖梗露了出来。顾胜军眯了眯眼，想起直播间上一人看过小妖怪的腺体，火气瞬间汹涌而出，一把握住小妖怪的手腕，将人拽回房间。少年吓得不敢动弹，眨巴好看的大圆眼，时不时瞥顾胜军一眼，心虚的不行。我没碰他，他自己放烟花的，强行解释到最后一个字，声音几乎被吞没。顾胜军冷笑，冰凉的指尖触摸小妖怪的后脖梗，少年被吓得整只腰警惕了起来。上将，我错了，别咬好不好？顾胜军答非所问，腺体恢复好了吗？手指在腺体周围打圈，少年红着耳垂乖巧点头，皮肤都染上一层粉嫩，那就好。顾胜军眸光一暗，低沉的嗓音开口，那我就可以放心喂食了。小妖怪眼睛瞪得浑圆，可怜兮兮求饶，不要，我还没好，我好痛的。少年这副模样勾起顾胜军邪恶的心思，如一只落入饿狼口中的猎物，不知对方已经张开血盆大口，还傻傻把自己送上，直到腺体被咬，尖锐的刺痛传来，才呜呜咽咽挣扎着要逃离。此时刚醒来的少年红肿着眼，悄悄从床上下来，委屈巴巴捡起地上被撕碎的衣服，吧嗒吧嗒的掉着眼泪。这个人类太坏了，就算他不该乱碰东西，也不能一整天不放过他。明明他都已经哭着求饶认错了，少年越想越生气，气哼哼拿起地上完好的衬衫，随意的套在自己身上，衣服正好遮到大腿。少年拉了拉衣角，猫着腰准备来一次离家出走，小手刚摸到门，男人冰冷的声音就从背后传来，要去哪里？少年浑身一颤，非常没出息的站在原地，乖乖低下头，像个做错事等着挨训的孩子。顾胜军掀开眼皮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早晨的燥热瞬间到达顶峰，这小妖怪真的是来吸他精气的吧？穿着他的白色衬衫，一双白皙的小脚丫踩在地上，要去哪儿？见小妖怪不回答，他又重复问了一遍，我饿了，找东西吃。听到这个答案，顾胜军才缓了神色，忍住下腹的燥热，把小妖怪抱到浴室洗漱，等穿上合身的衣服后，再让仿生机器人送吃的过来。小妖怪见到吃的，眼睛一亮，瞬间忘了某个男人昨天有多过分。此时顾胜军的通讯器闪了两下，点击接听后就听到柴成浩大喊一声上将，少年被吓得本能的缩缩脖子，大圆眼好奇的盯着屏幕看。另一边柴成浩兴奋的手舞足蹈，昨天夫人的直播惊动全网，现在正挂在妖宠榜第一，被票选为全帝国网民最想拥有的妖宠，都全给我撤了，还有昨天直播的痕迹一点也不许留。柴成浩沉默一瞬，夫人多可爱，你老是凶巴巴的，还要不要媳妇了？说什么？没有。柴成浩立马露出讨好的笑，朝狒狒招招手，夫人好，我叫柴成浩，你叫我小柴就行，以后有什么事请尽情吩咐。话还没说完就被顾胜军无情挂断，少年正看得一愣一愣，人突然没了，他疑惑的挠挠头。这时顾胜军打开帝国网站，封面推荐正是狒狒摸耳朵的动态图。小妖怪惊讶的瞪大眼睛，那是我。少年从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事，我为什么会在里面？我明明在这里。顾胜军把直播的事情解释了一遍，少年想了一会儿总算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可以直播跟他们聊天吗？不可以。顾胜军关掉屏幕，不假思索拒绝。少年哦了一声，失望的低下头，在妖族喜欢他的妖很少，几乎没有朋友，好在密林里自由自在，他可以自己跟自己玩，可是到了这里哪里也去不了，每天都很无聊。你要是无聊，唐蜜这几天都在，我可以让他陪你。顾胜军谨慎的很，现在全网都是情敌，他怎么可能把狒狒放出去？小妖怪太过惹眼，必须得看好了。好吧，少年耷拉着脑袋，看上去很失落，却不敢任性胡闹。他记得宁月说过他是妖宠，顾胜军是主人，只能听他话，不然会被转手送人。小妖怪偷偷瞄了顾胜军一眼，至少这人长得好看，别人就不一定了。他要乖乖的，不能被送走。把狒狒交给唐蜜后，顾胜军与柴成浩就赶着去加固巡逻舰队。唐蜜没结婚之前，家族里有几个弟弟，十分清楚怎么跟小孩相处。见少年兴致不高，他拿出全息游戏的头盔晃了晃，想不想玩？少年有些犹豫，我不会，我教你。他们玩的是帝国近期爆火的探险类全息游戏《末日记》。登录后首先要你好形象，少年挑来挑去，看上一个8块腹肌的大猛男，这个好好看，我要这个了。少年又看了一圈，指向金灿灿的大金链子和画着大金龙的衣服，就要这个了。唐蜜有些惊讶，明明是可爱的小妖怪，为什么审美如此独特？有点为上将日后的生活品质担心了。秘密快来救我！一个穿得金闪闪的大猛男，手里拎着一把斧头，被一头变异的野猪追着跑。唐蜜心累的叹息，转身朝野猪开了2枪。少年吓得跳开几步，躲过变异野猪喷出来的血。这款游戏的设定是根据地球末日场景复原，所有生物都是被核污染辐射后变异的强大怪兽，它们的血液也带着剧毒。小妖怪作为末日结束后才修炼成的小妖怪，没见过这种阵仗，吓得手脚冰凉，只顾着跑。秘密，你也太厉害了！少年心有余悸，一个劲往唐蜜这边跑。唐蜜看到一头变异双头鸟从树上飞下，直直的冲向飞奔的狒狒，还来不及反应，就看到双头鸟立在大猛男肩头，2个头缓缓转动，突出的红眼睛滴着血。小妖怪感觉肩头一片冰凉，慌张挥动斧头，双头鸟一声悲鸣被劈成2半，好吓人！少年扔下斧头，捂住眼睛往前跑，竟撞到一个结实的胸膛，他猛地一跳，像小孩子一样扒住眼前人的脖子，埋头瑟瑟发抖。唐蜜看着眼前诡异的一幕，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一个仙风道骨的男人手持长剑，白衣飘飘，站在树下十分养眼，偏偏他身上趴着亮瞎眼的大猛男，脚下是双头鸟抽出的2半尸体。这只双头鸟是新手村大 boss， 一般玩家要死好几次才能击杀。你很不错。白衣男人声音清清冷冷，考不考虑加入我们战队？少年终于反应过来，他看了眼男人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挠挠脸，想要跳下去，就看到一地的血，转头朝唐蜜大喊：秘密，我好怕！唐蜜捂住脸，觉得丢脸极了，却不能让夫人
夫人这么趴在别的男人身上，要是让某个小气鬼知道了，又得扣帝国币。他硬着头皮把哭哭啼啼的大猛男扶了回来。我叫袁玉清，现在我们战队扩招。他清冷的声音里带着兴奋，你刚才的操作非常稳，要不要考虑到我们战队失联？小妖怪完全听不懂，唐蜜却急着拒绝。上将夫人怎么能去玩电竞？而且对方可是袁玉清，传说中一个笑容就能迷倒万千 Omega 的顶流电竞大神。万一狒狒被他勾走了魂，那上将头上岂不是一片青青草原？我没问你。袁玉清瞬移到狒狒面前，我已经向你发送好友邀请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少年就看到一条巨大蟒蛇游过来，他抓紧唐蜜的手，怕得发抖。唐蜜见况，赶紧拉着狒狒强制退出游戏。摘下头盔一看，少年满脸泪水，吓得双目无神，坐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小狒，唐蜜喊了几声后，少年才缓缓回过神，哇呜一声抱着唐蜜大哭。别怕，别怕，游戏里都是假的。对不起，我胆子太小了，你自己玩吧，是我的错，吓到你了。少年抹去泪水，愣愣抬头，那些真的是人类经历过的事吗？当年核辐射的噩梦笼罩全球，普通生物接连变异，人类成了最脆弱的存在。为了消灭变异生物，死了很多人。那上将，少年想起顾胜军胸膛前的一道疤痕，猜到了什么？差点就不回来，他一定很辛苦吧？不知为何，少年想起那道接近心脏的伤疤，心也跟着隐隐作痛，好似梦里那个看不见脸的男人，也是在心脏处中了箭倒下。上将从来没过过好日子，他出生贫民区，周围全是变异生物，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，却目睹父母惨死在外星入侵者的屠刀下。少年抿了一口水，低头沉思，他觉得人类比妖族强大，他们生于苦难却不甘于苦难，最终闯出一片天地，而妖族一直靠天地间的灵气固步自封，沦落到要向人类乞讨栖息地的地步。那我还想玩，我也想锻炼，如果有那么一天，我不希望拖累任何人。唐蜜愣了几秒，突然笑了出来，我会带着你的，慢慢来就行。妖族密林入口围满了帝国士兵，每一个搬迁出去的妖都要经过士兵手里黑色方形检测器检查。顾胜军缓步走来，柴成浩皱眉朝他摇头，检查结束了没有？修复者最后的踪迹消失在妖族密林外，顾胜军怀疑修复者藏匿在妖族里，答应给妖族更大的栖息地，也是为了让所有妖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走一遍。结果折腾下来还是找不到，他像是早就猜到了什么，脸上并没有什么波动。等妖族迁徙结束，好好翻一翻这片林子。这时通讯器亮了，上将，视讯界面出现一张帅气青春的脸。袁玉清咧开嘴，我在新手村发现宝藏了，一个大猛男，操作非常猛，直接秒杀了双头鸟。顾胜军揉了揉眉心，确定不是谁的马甲？不可能，他胆子小，动作生疏，肯定没经过系统训练。你收归到战队就好。顾胜军没什么兴趣。CX 战队表面上是一支参与电竞比赛的队伍，实际上是专门选拔和培养军队将领预备役的。袁玉清作为队长，一旦发现不错的新人，都会秘密联系训练，等熟悉了游戏里的厮杀，再将他们收编到帝国军队。末日纪事1:1还原末日场景，能在游戏里厮杀出一条血路的人，精神力和实操能力都不会差。收不了。袁玉清嘟囔，收得了我就不找你了。他胆子太小，我话还没说完就下线。我想查他的 IP 地址，这涉及民众的隐私，需要向你请示。顾胜军相信袁玉清的判断力，颔首应了下来。小妖怪在游戏里进进出出好几次，明明吓得发抖，还坚持要玩。唐蜜劝了几次无果，索性由着他来。小匪，为了我的小命着想，今天的事不许告诉上将。顾胜军要是知道自己把夫人带到末日季还被吓哭，恐怕扣的就不止柴成浩一个人的帝国币了。少年有些疑惑的眨眨眼，为什么？上将那么可怕吗？他好像只有那啥的时候凶一点，平时不打人的。唐蜜解释不清楚，索性开始威胁，如果你还想玩游戏的话，就不能被他知道。想起顾胜军不让自己玩直播，狒狒对唐蜜的话深信不疑，狠狠的点头。兽儿跟着一颤一颤，可爱极了。我们拉勾勾，这就是朋友间的小秘密了。唐蜜朝他伸出小拇指，小妖怪开心的晃动蓬松的大尾巴，跟唐蜜拉勾保命。他以前在妖族经常看玩的好的小妖怪这么玩，现在自己也终于有了朋友。这几天一直是唐蜜陪着他，带他认识不少人类新奇的东西，还送了许多小玩具。狒狒记得爸爸说过礼尚往来，暗暗决定准备送个小礼物。趁着狒狒休息的时间，唐蜜打开网站浏览，竟一眼看到最新的热点话题，井号袁玉清大猛男，瞬间有种不好的感觉。打开一看，果然是狒狒跟袁玉清互动的录屏。大猛男外表强悍，却被猛兽追得哭唧唧，转头又秒杀新手村地狱级大 boss。唐蜜看得心梗，感觉一把利剑悬挂在脑袋上，只要上将发现大猛男是狒狒，这把剑随时能把他脑袋砍了。